大家好，我是末端，欢迎来到科技一梦星云。这期主要讲的是实操测评3个非常炸裂的 AI 模型。第一个就是这个千问 3.5。千问 3.5 是一个多模态的智能体，它就像《山海经》里的混沌青鸟。混沌青鸟是西王母的专属信使，能飞遍天下，传递万语，懂百族之语，不收钱，来去自如。千问 3.5 就跟它像到离谱，免费用，本地跑，不联网不泄密，而且性能还嘎嘎香。另一个就是 GPT 3.5， 它就像《山海经》里的白泽。白泽是神兽之王，能说话懂万物，一张嘴解答天下所有的疑惑。皇帝专门派人把他说的话记下来，编成了上古的百科全书。GPT 3.5 就像一只现代化的白泽，不管你是日常写作还是快速查询，几乎能回答所有的问题，而且还特别便宜，因为它是支持批量低价 API 调用的，它的 API 调用的费用相对而言就算是白菜价了。然后是更高一阶的 GPT 5.4， 当然它价格很贵啊，是可以免费试用的，但是真的用起来是价格蛮贵的。它就像《山海经》里的应龙，应龙是帮助大禹治水的，华山开河，测量大地，干的全是超级工程啊，别的神兽搞不定的他来。 GPT 5.4 就像是这样一条应龙，无论是复杂的编程、超长上下文、办公自动化、深度研究，甚至控制你的电脑，我甚至怀疑有了 GPT 5.4 都不需要 OpenCloud， 因为它真的很强大。它不是来帮你聊天的，它是来帮你开山治水的。常看我视频的小伙伴知道，我视频主打就是不花钱，因此完全免费的千问 3.5 当然会首当其冲被讲解。直接到它的官网进行测试，需要一个账号，账号的话只需要有邮箱就行，邮箱需要能接收验证码就行。通过验证之后登录就可以开始问问题了。在这里点一下，它是有不同类型的选项的。这个千问 3.5 的 Plus 它是最新的大语言模型，我们基本上就选它。这个是快速型，这个是最大的 397B 的。在这里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模型，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它的介绍。它是支持多模态的，在推理编程智能体、多模态理解等全方位基准评估中表现优异啊，这是它官网的讲法。显著提升生产力，它采用了创新的混合架构，将线性注意力和稀疏混合专家相结合，实现了出色的推理效率啊。总参数量3970亿，这就已经很大了。它支持多种语言和方言，一共有201种，也就是说它绝对支持多语言的翻译啊，当然未必是用来翻译吧。接下来是和其他模型比较千问的得分，这个是多种 AI 模型、视觉语言模型的得分，千问 3.5 在这最后一列啊。再接下来是千问3模型的任务环境和扩展啊。再接下来是一些预训练的东西，然后讲了一下基础设施，也就是基本会需要一些什么东西。最后有一个例子啊，按他的讲法，他甚至可以调用周边的工具啊。最后还有网页开发和游戏开发的一些例子，它还可以和 OpenCloud 相结合啊。那这个就很牛逼了，因为 OpenCloud 一个很头痛的问题就是它 token 太贵。后面这些就是更多的例子了，各种各样的例子。这里有它支持的语言啊，总而言之是相当不错，而且能够本地运行，而且能够和 OpenCloud 相结合，使用面也很广。当然按它官网的讲法，目前它是免费的，我们到官网去试用一下。既然它讲它能够支持很多的方言，我们就试一下。问一下它会讲四川话吗？四川话吃饭了怎么说？发送。它这里有给你用文字解释出来啊，这个虽然是显示了出来，但是我们也可以让它读出来。读的话在这里点一下这3个点的按钮，然后读 Read Aloud， 它就会开始读了。当然了，它是这样一整段全部读下来的，不过也能听到这一个关键的地方了。在刚才这个解释里面，它有很多的这个视觉识别的能力，上传2张模糊的图片，
一张是中文的，一张是英文的，都是石头上有字，字比较模糊的。让它把2张图上的文字都读出来，先读中文的，再读英文的，点击发送，很快就得出了结果。中文的是这些，这个已经挺不错了，因为它原图是光影很重，而且它的文字本来就比较模糊啊。第2张图英文的这个更加完整，总体看上去是相当不错啊。接下来用这张图测一下它提示词反推的能力，把图片传上来，让它反推一下提示词，尽量要模仿原图的内容和风格，详细输出中文提示词，点击发送，稍等一下，很快就出了结果，直接复制它给的提示词。千问 3.5 它既然有视觉的能力，它就应该有作图的能力，让它根据它自己的提示词生成一张图片，点击发送，稍等一下，这样就开始生图了。这个是结果，这里可以下载放大一下看，和原图是非常类似的。关掉，把原图打开再比较一下，类似但是还是不同，关掉。但是这个结果就算是还可以了，它居然还能用这个图来生成视频，还能够再做编辑啊，当然也可以下载，关掉。再看一下它的代码能力，做一个打飞机的网页游戏。为了快速出结果，我就不再做更详细的提示词的修改，比如说要添加什么风格啊、精美画面啊、什么布局啊、有什么参考图啊什么，这个都没有，这个就是为了快速出结果。点击发送，稍等一下，很快就生成了代码，复制一下，一直向下拉，这里还有告诉你如何玩以及如何操作，跟着这个步骤做一下，看一下在本地能不能跑起来。用这个命令创建 HTML 的文件，用这个命令打开该文件，粘贴所有的代码进入，退出保存，把这个叫 game.html 的文件直接拖入到浏览器里面。我们点开始游戏，可以它还真能打，很快打这种6边形的，就跟它的网页的描述的是一模一样的。再打一下，看一下会不会挂掉，很不错啊，生成结果很快，拖进来就能玩，被碰到也会结束游戏，要重新开始就点这个。千问 3.5 的另外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它能够和 OpenCloud 结合在一起啊，因为 OpenCloud 的 token 实在太贵了，如果千问 3.5 能够和 OpenCloud 结合在一起用，那真的是可以做到免费啊，不对，还有电费，那基本可以做到免费。我本地用的是 Ollama， 你到 Ollama 去搜索一下千问3，就会出现这么多的选项，它这个是不同尺寸的选项，这些选项主要是尺寸不同，像这个 0.8B 和 2B 的都可以在手机上用，它有这样2个云端的版本。为了快速出结果，我就继续用云端的版本，主要是要验证一下它是不是真的能和 OpenCloud 一起用。最后这个选项太大，我选这个，点进去就会知道这是它的安装命令。如果你不想要安装完以后Ollama自动启动它，就把 run 改成 pull， 用这个命令查看一下，我是已经安装好了。用这个命令把 OpenCloud 跑起来，选这个千问 3.5 Cloud， 按回车。OpenCloud 要求 Node version 大于 22.16.0， 我本地的是 22.14.0， 我把 Node version 调整好以后再继续。Node version 就已经升级好了，用这个命令继续启动 OpenCloud， 这个是新的 Node version， 需要重新安装 OpenCloud， 选 Yes， 稍等一下。好，运行起来了，继续选。好，运行起来了，继续选千问 3.5 Cloud， 是否要继续？选 Yes。看样子这样就是好了，我们问一下，就直接问一下它是什么模型，回车，很快就看到了答案。换言之，也就是说千问3这么强的模型是可以免费于 OpenCloud 使用的。另外大家可以看一下 AI 模型对于 OpenCloud 支持的这个最新的排行榜，第一名是 Sonnet 4.6 准确率 86.9， 平均值 70.4 GPT 5.4 是第3，
但其实我不太明白，因为 GPT 5.4 号称自己就能够控制电脑了。千问 3.5 和千问 3.5 Plus 分别是第7、第8，但是你看它的准确率都在80以上啊。但是千问 3.5 是免费的。另外，如果你不想使用 Ollama 这种本地 App 来调用千问 3.5， 或者说你想在浏览器里面随叫随用啊，不需要像官网这样打开然后登录，而是在浏览器里面随叫随用的话，可以去 Chrome Store 里面搜索这个东西，下载安装就能用。模型依旧要去 Ollama 这边下一下，然后用这个插件直接就可以在你的浏览器里面随叫随用了。这样千问 3.5 就讲完了。现在开始讲 GPT 5.3。我个人认为 GPT 5.3 和千问 3.5 比起来，千问 3.5 应该是更胜一筹。当然了， GPT 5.3 按官网的说法是更加的快速，无论是写作和查询都会比更加的快速。另外，它的 API 调用的费用是白菜价，当然这个白菜价是相对的，它 API 调用依旧不是免费的。当然我其实看重的是这样的一个优势啊，因为 GPT 5.2 呢会拒绝一些原本安全但被它误判为敏感的问题，它是大幅减少了这种不必要的拒绝，也就是 GPT 3.5 不仅反应快，而且回答更加直接啊。而且 GPT 5.3 的回答应该是结构化做得更好，当然这都是它的官网讲法，我们实操看一下，感受一下它的结果。来看一下 GPT 5.3， 在这里点一下，选一下 GPT 5.3 的模型，打开联网。因为他说他分析问题的能力比较强，我们就让他分析一下什么是碳纤维 T1200， 它有什么好处，能应用到哪些方面。发送，这样很快就出现了答案，分析很细致啊，阐述也挺清晰的，比较容易懂啊。最重要的是，正如他官网所说的，它的解释是模块化的，也就是它是一块一块给你解释的。再看一下它读代码库的能力。Remotion 是一个用代码来做视频的工具，我们主要看一下它如何安装啊。点击发送，很不错，依旧是清晰的模块化的回答，所需的条件和步骤也是相当的清晰啊。我们再问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复杂的逻辑陷阱题，12个外观相同的球，不知重量，只有一个球与其他11个不同，只能称3次，但是要找出那个不同的球。发送一下，可以看到答案不仅很清晰啊，而且还给出了图解，第一次的称重，第二次称重的情况，以及衍生的比较的情况，以及最后一次的情况。后面有更多的图解。总而言之，就是这个称重一边要至少4个球啊。当然了， GPT 5.3 最亮眼的还是它的 API Call 的价格，它input每100万 token 的价格是1块7毛5啊，这个是美金。Output 每100万 token 的费用是14块啊，这个价格相对于 Grok 或者 Anthropic 而言就比较便宜了。同时你还可以再看一下 GPT 5.4 的价格，这样你就可以更好的明白 GPT 5.3 价格相对来说算是比较便宜的。GPT 5.3 讲完，就讲一下 GPT 5.4， 这肯定不是免费的，刚才大家也都看到价格了。 GPT 5.4 肯定是超长上下文、超强推理、深度研究，也就是自我学习的能力很强，但这些都不是它真正的亮点了。我认为它真正的亮点是这个，它原生支持操作你的电脑。如果你使用了 GPT 5.4， 我想你未必需要 OpenCloud。当然 OpenCloud 它的优势在于它可以安装很多 skills 啊。当然如果单纯从操作电脑的角度来说，如果使用了 GPT 5.4， 可能你都不再需要 OpenCloud。 能用模型解决的问题，为什么套个壳子呢？但是 OpenCloud那些 skills 确实是挺不错的东西。这里又再次强调了 GPT 5.4 它设计来就是用来操纵多种计算机的工作任务的。它不是免费的，但是有免费试用的方法，也就是 Codex。 这个是 Codex 官网，进来以后它会根据你系统自动弹出下载链接，
也就是这个下载按钮，点击就能下载，下载就能用。你需要一个 ChatGPT account， 安装好以后要打开，打开以后你要么用 API key 登录，要么就用 GPT 的账号登录。我就直接利用 GPT 的账号进行登录了，登录好以后再继续。登录是需要验证码的，点继续，这样就 sign into Codex 了，关掉。回到 Codex， 点继续。如果你有项目就添加项目，如果没有项目就点 skip。它这里会跳出来要不要免费试用 GPT 5.4 啊，我们就选试用啊。进来以后在模型这里也可以看到 GPT 5.4， 旁边是它的强度啊，默认是中等。底下的中部有一个权限设置啊，点一下看一下。如果你只是正常的使用，并不打算让它用来控制计算机，选默认的 permission 就可以了。如果你想用它来控制你的计算机，就要选这个 Full Access， 这个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为了快速出结果，我就不更改了，选的是 GPT 5.4 的模型，让它预测一下美以 vs 伊朗谁会取胜，发送。另外它是可以和 VS Code 结合在一起用的。不止如此啊，它还可以跟很多这种 AI 编程 IDE 联合工作啊。这个目前不能这样用，可能这个不是一个代码类的问题，我们问一个代码类的问题。做一个钢琴的学习软件，看一下这个问题能不能用，依旧不能用，这我就不太明白了。既然不让用，刚才为什么又弹出允许免费试用的按钮呢？这里也允许我选择并使用 GPT 5.4 的模型。有知道的小伙伴来说一说。按他的讲法是单纯用 GPT 的账号似乎不能继续。我猜测如果你是订阅用户的话，应该是可以继续的。如果你不是订阅用户，可能就没有办法免费试用 GPT 5.4。当然如果有知道的小伙伴可以出来教一教。当然 GPT 5.4 最强的依旧是它原生支持控制你的电脑啊，而且它在 OpenCloud 的模型支持排行榜上是第3啊。可惜了，目前似乎没法免费试用啊。这期讲了3个，一个是千问 3.5， 它功能强大而且还免费。然后是 GPT 5.3， 回答的结构合理， API token 的价格相对便宜。然后是 GPT 5.4， 它是原生支持控制电脑啊，这个功能其实蛮吸引人的，只可惜它不是免费的。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试一试，请点赞订阅支持我的创作，谢谢。